然而，当时的医学界并不认同颗粒毒素，因为其思想太过于超前，治疗效果也并非是十拿九稳的。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哥。生命那是大自然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玉。诺贝尔是这样讲的。飘哥说，任何生命或者是宝玉都有它的两面性，雕琢坏了就平庸而过，如风；雕琢好了就五光十色，如玉。去年新冠病毒横空出世，大大小小的城市瞬间像是被笼罩了一层灰色的阴霾。现在已经在全球蔓延1年多了，虽然已经有了疫苗，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够完整。自从它出现以来，我们都在持续地关注着这一病毒带来的各种危害，看着病毒祸害人类，搞得天地不宁。正因如此，我们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能够让新冠病毒为人类所用，那该多好呢？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一位有趣的大人物了，他被人们称为是先知者。这位女士就是咱们上集所讲到的88万加。她因为意外的失明，竟拥有了预言的能力。世界性的疫情，她的预言已经是多次应验，但咱们今天要说的是她对癌症的预言。说到这呢，有些人是不是已经开始谈癌色变了？不要怕，咱们这个可是神秘界的惊天好消息，就借着88万加之口来看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尽管没有明确说明癌症的治疗方法何时到来，但他说21世纪的上半叶，人类将摆脱癌症，总有一天癌症会被铁链拴住。那么2021年的科学是否能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呢？咱们来掰扯。果然，就在近期，还真就出现了一例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今年的1月2日，英国血液学杂志上的一位英国医生 David Tucker 报道了一则重磅的案例，让人感到十分的惊奇。一名61岁的男性癌症患者感染新冠肺炎康复之后，体内的肿瘤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Oh my god， 嗷嗷狠！原来这名英国患者患有严重的肾病，需要长期的血液透析。后来好不容易接受了肾移植，却以失败告终。肾移植还有失败，可能很多人都头一次听说，但是他的案例确实就失败了。后来到了2020年，因为淋巴结肿大、体重严重的减轻等症状，再一次入院，不料又被查出淋巴瘤，还是晚期，真是祸不单行。不久之后，这名患者又因为呼吸困难住院之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并且开始接受治疗。11天后，他就出院回家休养了。期间，临床医生没有给他用激素或者是免疫相关的药物治疗。事情的转折点是在休养的4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复查结果显示，他的淋巴肿瘤竟然大面积的消失，而他的新冠检测也显为阴性。男子的体内的新冠病毒也消失了。好一个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明明没有接受抗癌治疗，这种肿瘤为什么就消失了呢？我们不妨大胆的猜测，难道是被新冠病毒吓破了胆，被新冠病毒给干掉了？这样的结果既让人意想不到，也不仅让人心里有些疑惑。难道新冠病毒就是对付肿瘤的洪荒之力吗？88万加的预言又要成真了吗？为了更好的跟大家解释，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肿瘤免疫疗法之父威廉·科利。他是19世纪末纽约的一名医生，这个人用疯狂这个词来形容他毫不为过。1890年的夏天，少女达希尔住进了科利所在的医院，她
他早前不慎受伤，手腕高空跳跃后戳地上而造成大面积的肿胀，半个月过去了都没有痊愈。刚开始柯利以为达希尔手上的肿胀是由脓肿所引起的，但帮他做外科引流手术时，切口处却只流出了几滴脓液。这时柯利才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果然，在活组织的检测当中，达希尔的手上被确诊为一种生长于结缔组织的癌症。原来当初的肿胀和疼痛不是因为创伤，而是因为肿瘤。可惜的是，由于当年放射疗法还未诞生，柯利只能够采用当时最为粗暴的手术方式，对达希尔的肘部以下进行了截肢。但是肉瘤早已转移到了他的颈部和腹部，结果不到1年，年轻的少女达希尔就在家中去世，撒手人寰。柯利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心烦意乱，废寝忘食地翻阅文献，寻找新的抗癌方法。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经过了不懈的努力，他真的找到了一丝曙光。一位名叫弗雷德·施耐因的患者，他与达希尔一样，颈部长满了肉瘤，并且在手术的过程中感染了丹毒。丹毒是由链菌菌引起的感染，当时抗生素尚未有问世，他只能够硬扛。就在他和病毒进行顽强的厮斗的时候，脖子上的肉瘤竟然也随之而缩小。当施耐因的丹毒完全褪去，肉瘤竟也神奇的彻底消失了，他的癌症自愈了。这可把柯利给高兴坏了，他更加积极地查阅文献。无独有偶，柯利又找到了47起类似的病例，所以他几乎可以确定这并不是一个巧合。于是威廉脑洞大开，他大胆地猜测，细菌难道会分泌一种毒素？这种毒素竟可以杀死癌细胞吗？经过不断的改进和研究，威廉·柯利研发出了一种菌液，便是柯利最原始的癌症疫苗，并命名为柯利毒素。注意啊，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100多年前还没有临床监管这个概念，只要病人愿意当实验品，医生是可以自由实验的。再到了1891年，35岁的意大利人佐拉成为了柯利的第一个实验品。他的肿瘤遍布在脖子上，见到柯利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和吞咽固体的食物了，整个的人奄奄一息。他愿意接受任何的实验性的治疗，因为他预计的寿命最长也不过几个月了。任由这样下去，只能够等死。疯狂的柯利死马当活马医，给佐拉注射了几十针的丹毒。然而佐拉疯狂出汗，高烧至40度，这可把当时的柯利吓坏了。不过幸运的是，佐拉的肿瘤开始减少，几周之后消失了。此时的柯利欣喜若狂，他又连续的为10几个人注射了丹毒，可这次的结果却不完全的尽人意。事实就是如此，实验就是实验，治疗的效果是难以预测和把控的。在实验中，4人未被感染成功，而能够诱发感染的8人当中，有6个人肿瘤得到了缓解，只有2个人完全的治愈。而更令人沮丧的是，其中2人还因感染而死亡。不过好在柯利并没有被失败所打倒，正如我们刚刚说的，他可是个疯狂的人。后来他研究出了更加安全版的柯利毒素，降低了病人的感染死亡的危险，治疗了近1000人。然而当时的医学界并不认同柯利毒素，因为其思想太过于超前，治疗效果也并非是十拿九稳的，风险过大。而且柯利也无法透彻地解释他的毒素为什么会对癌症有效，起作用的症状也只是发热，确实无法说服别人。柯利毒素被迫无奈的停产之后，柯利也从一个开创性的免疫学家变成了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庸医之一。大家可以看一看，从天堂到了地狱，柯利似乎被彻底的击倒了。然而他被击倒了，他的女儿海伦·柯利却又开始了他的工作。在海伦·柯利的努力之下，使柯利
得到了平反，并且随着科学的发展，在不少的科学家的努力之下，免疫疗法才开始崭露头角，成为肿瘤研究中迅速上升的领域。此后每一次的突破都是对柯利当初坚持的肯定。为了纪念这位肿瘤免疫疗法之父，肿瘤免疫学的最高荣誉也被称为威廉·柯利奖。而这一切距离柯利第一次疯狂地为死里逃生的病人注射丹毒已经过去了1个多世纪，永远的成为了人类抗癌史上的遗憾。其实当时柯利正孜孜不倦地捣鼓着他的颗粒毒素的时候，1904年密西根大学也发表了一个有趣的报道，一位42岁的白血病女性患者感染流感病毒之后，白血病症状有明显的改善，难道真的是以毒攻毒吗？看来这癌症真的是众矢之的，细菌看它不顺眼，病毒也不待见。医生们开始探索病毒治疗癌症的可能性，便有了溶瘤病毒的概念。字面上来看，溶瘤病毒就是可以把肿瘤给融化了。切斯特·索瑟姆也是溶瘤病毒的先驱之一，因为太过于痴迷于免疫系统和癌症之间的关系，竟疯狂地将海拉癌症细胞注射到65名健康的犯人体内，试图观察犯人是否能够依靠自身的免疫力而战胜癌细胞。之后又秘密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实验，事件被揭露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成为科学伦理的必学的反面教材。病毒是一把双刃剑，用的不好可以有生命的危险。好在科学家不会再重蹈覆辙，直接将野生的病毒注入患者体内。在理智和非理智的探索之后，溶瘤病毒总算在1980年代有了新的转机。转基因技术可以降低溶瘤病毒的毒性，大大的提高了安全性。好了，让我们转回到之前的案例，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大胆猜测，新冠病毒目前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这个案例或许为人类进一步了解新冠病毒提供了参考。或许正如88万家所预言的，新冠病毒将要成为免疫疗法的关键，人类要摆脱癌症了吗？最后将希望寄托未来科技的进一步的发展。既然先知者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摆脱癌症，那我们就期盼着人类攻克新冠病毒之后，把它变成为克癌能手，让新冠病毒这个害人精为人所用。Oh my god， 嗷嗷狠！还等啥呢？喜欢的就去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独在异乡微课，每逢孤独看飘哥，下次再见。